2024年广东石虎大战金鹰联队第2轮的精彩对局，是由红方我本人对阵黑方广东石虎虎王朱少军。开局选择对兵局，双方互跳正马，我选择平炮，准备要出车。这里朱少军选择过弓炮的一个下法，这个应对相对少见。红方如果走车9平8，没有太好的进攻点，所以我选择车9进1。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当对方跳马之后，红方有一个兵3进1的手段，先弃后取，那黑方只能吃过来，再选择平车，把攻击点瞄准对方的7路马。那这个马呢，在2个炮之间没有跟，显然是一个薄弱点。黑方赶快把马跳起，这样我顺利把过河卒消灭。黑方补象固防，避免红方进车吃马的手段。红方再走平炮，要求对调黑方的10角炮。由于黑方的马没有太好的位置，所以只能选择接受。这样红方打过来，构建了一个较为完美的阵型。应该说开局红方还是非常的满意，也很成功。黑方赶快出车，红方跳马。这里朱少军想了大概得有3分多钟，走了一步回马的好棋，主动挑起波澜。那如果选择车3进2去捉马，显然意思不大。对方呢依然是走车9平7，这里我选择车3进3去攻击对方的炮。黑方还是按计划走出车要对，我选择吃，黑方呢就吃马。走到这里，成为本局很重要的一个节点。红方开局其实是占优的，那如何保持住优势呢？这里应该走车1进2，用没动的1路车要求把对方这个7路车给对掉。那黑方也只能接受，因为显然你不能躲，这边吃着马呢，你要是退回去，这里简单飞一个象，不让黑方走到马8进7的点位，那下步棋走车1平2，这个棋黑方要马上丢子，所以黑方这里只能换车，这样再一飞正好呢把这个马8进7的点给守住了。黑方只能马8进6，红方呢再平车来捉。兵种红方占优，而且这边呢马是一个活马，黑方的3路马不活，6路马遭到进攻，底势呢也有一定的危险。显然红方是比较满意的一个开局到中局的过渡。好，我们回到前面的变化，通过刚才的分析，显然红方抬车可以保持住开局取得的小优势，但实战当中我走了一个补士简单看炮，这步棋呢太过于俗手，被黑方跃马踩炮抢先，红方呢有些不好招架。如果摆中炮呢，自己的阵型不够协调左马也没有跟，所以我选择平炮过来，弃掉了自己的中兵。黑方当仁不让，选择吃，我选择飞象打车，黑方把车推到足力线，未雨绸缪，好棋。因为这边踩着我的马，我肯定要走马7进6，黑方顺势卒5进1，既可以亮出自己的7路车掩护3卒，同时威胁继续卒5进1，威胁我的河口马。红方赶快退车，守住，不让对方的中卒冲过来。双方进入中局的扭杀和僵持阶段。黑方实战走巡河车，准备要把3卒对起，我也挡不住对方要对卒，赶快出动1路车。黑方一对，红方一吃，黑方一杀，我再选择进车捉马，黑方走进车保住。那下到这里应该说黑方虽然兵种不好，但是多一个中卒，还是完全能够控制局势的主动。所以红方在这个局面下呢，我已经做好了求和的准备因为这个棋有时候就这样，开局我占优了，如果我想和棋，那我就直接把对方的马炮吃掉对方一吃，其实呢很快就是一个简单和。因为开局我占优了，不想跟对方轻易和主动求变，但是呢形势现在又对我不理想了，那我要主动求和。实战呢我选择拱兵先不让对方再取得一个多卒的优势。黑方一鼓，我再拱黑方选择跳马。这个棋我要是不换呢，黑方可以马5进3，马5进7都比较的好，这个位置都很好。所以呢我为了简化局势就直接把对方的中马给换掉。黑方一吃，我再走车2平4，黑方过卒抓车，我再选择霸王车要对，黑方也霸王车，这样呢再交换掉一个车，形成了一个很微妙的残局。黑方多一个卒，能否取胜呢？
这里我先把炮分边瞄住对方的边卒，准备伺机去抢兵。那么黑方平车，准备将来掩护马5进3点啊，好把这个马呢调整出来。我选择平车，当你跳马，我就来进车抓卒。黑方选择平车保住。很显然，下步棋准备马3退4啊，把马呢跳回。那这里呢，我先扬一个高象，无论你的马往哪边退，让你的马很不舒服。同时啊，如果你的马乱动，我这边有炮9平5打车的棋，所以这个棋呢不让对方轻易动弹。黑方选择横卒，我再把象落回，黑方平车继续掩护啊，我走一个车2平4，简单躲一手。那么这里黑方还是不能轻易调整啊，如果回马，我可以平炮打车，这样呢是一个速合。所以黑方选择下卒好棋。当我平车，黑方回马，那么趁着对方的马被我的车给咬住，我赶快抓住时机，先把对方的边卒给敲掉，拉平双方物质上的差距。黑方果断进马，加强攻势。这里我先通过叫将摆脱对方车对炮的牵制，然后再平车捉马。黑方跳将，我选择出帅。这里抓着黑方的底士啊，按照正常的思路呢，会选择是6进5。那么红方呢，再简单配手炮，下步棋准备摆中炮去骚扰对方的铁门栓的一个威胁。这样呢，双方是一个互相牵制啊，物质上也差不多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和棋。但出乎我意料的是，朱少军选择了强行搏杀，直接走车4平8。那这样看来呢，显然朱少军准备放手一搏，他没有想跟我简单和棋，是想强杀我的一个意思。这里我也不能手软啊，否则呢，对方补强之后，这个棋没有任何的反击，杀掉对方的底士再说，然后呢，再考虑怎么防守。这里我选择落象，先防住对方下底叫将的威胁。黑方强行下车抓象，那这里我将一下，再选择平车，先吊住。这里黑方显然是不能吃象啊，否则呢，我把老帅上来，这样黑方的车马被牵死，这个车马呢动不了了啊，很容易呢是形成一个丢子啊，这样的红方肯定是要大优的啊，黑方不能这么下。那么实战呢，朱少军选择把马跳回，走到这个局面下，其实红方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啊以攻为守的策略啊，就是选择退车来抓象。那么如果黑方选择飞高象，因为必须要防，否则我杀象是要杀齐的。阳象不仅可以解杀，还要挡住我的车，准备杀我的底象啊，看起来不错。但实际上呢，我可以原象。黑方如果按计划平卒，准备要吃中象，那么红方有一个退车的好棋，车3平5，继续叫杀。那么你这里如果上老将，我一将呢，把这个卒给白吃掉了，那你也不能拱象啊，否则我车3平5就杀掉了。这黑方很可能要回马拒防，这样我可以直接把象吃了。下步就准备平车将，再将呢要去吃马，这样呢红方破象之后反而取得优势啊，黑方反而危险。回到前面的变化啊，当时呢我也没有细想，应该说呢这次对抗赛时间还是相对比较紧张，20+10的一个时间啊，走到这里呢我大概还有个30分钟，当时没有过多的去考虑进攻的问题啊，一心呢想做好防守啊，所以呢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，选择了退车。那么黑方呢就进马啊，我再退车。这里黑方显然是不能用马来踩象啊，马踩象我一飞，这边呢这个马就被捉死了。那走的这个局面，如果黑方用车来杀象，换完之后，虽然说我的边兵是保不住的啊，但是红方有一个过河兵，这个残局黑方也是非常难以取胜的。只要正常防守啊，黑方呢取胜的几率不大。朱少军呢也明白这个残局不好赢，所以呢没有选择用马，用车来吃象，选择回马踩。那么实际上双方呢在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循环，我退车进车，退车进车，对方呢进马退马，进马退马。那么当时呢走了很多个回合，朱少军呢就提醒我啊，说我是两打了啊，确实我是两打，因为我抬车的时候呢是一个抓卒，那么他跳马呢我再回来是一个抓马。那么当时呢朱少军说我两打，旁边呢这个广东石虎的一个队伍啊，也说我两打啊。当时我一看啊，我确实两打，所以呢我也没有多想啊。当时呢赛场上也是比较紧张。那实际上啊，比完赛之后呢，回想起来，虽然说我红方是两打，但其实黑方也是两打。这个棋啊，其实红方呢是没有必要去变招的。如果双方不变呢，在这里啊直接就简单和了。那么当时呢，我也是啊，没有去仔细考虑这个棋规的问题啊，自己呢主动变招啊，走了一个车3进1，导致红方呢
这个棋啊还真的很危险啊，惊出了一身冷汗。那么接下来黑方呢选择平车，那先把车平开啊，将来呢这个马如果能够吃到象啊，就不会把自己的马给憋在里面，而且这个车呢还吃着我的边兵，是一步好棋。走到这里啊，我当时呢压力感觉是很大，这个棋呢炮暂时无法回防，对方的车马卒真的是很强势。我也是构思了一个防守策略啊，就是先进车，那么黑方必然是进马啊，这里呢我再选择飞象，否则呢这个象啊就要保不住了。那当我飞起的时候呢，黑方总有一个卒4平5的妙手。为什么说是妙手呢？因为我不能吃，否则黑方回马叫将抽车。我该怎么办呢？这里我构思了一个上老帅的苦肉计。那么这里呢我就强行上帅啊，看看黑方怎么动。那么黑方如果卒5进1冲下来，这个棋呢我可以车3平5，叫杀，再把这个卒给吃掉。这样呢黑方想去取胜难度也是较大。那么实战朱少军选择马踩士是非常好的一个下法啊，这里马踩象。那么我也不能软了，这个时候呢就只能去吃兵啊，先把这个中卒消灭啊，否则的话呢这个棋是更加难以防守。那么黑方一将我就上去，这里是一个杀棋啊，黑方必须要先防一手，这样我抢到了很重要的一步棋，赶快去抓马去骚扰黑方。黑方选择吃兵，准备要平车叫杀，我飞龙在天先挡住对方的车，黑方跳马一将，再把我的象给吃了。那么现在平车又是杀棋，这个黑方的车马冷很厉害，我赶快把老帅退回，黑方吃兵我就退车来抓马。那如果对方吃炮我吃马，这个棋呢是一个标准的和棋，黑方肯定是不满意啊，那选择平车叫将，再选择平车看马。那么形棋至此啊，形成了黑方车马卒对红方车炮双士。理论上来说，这个棋黑方有非常大的取胜的几率啊。实际上呢，我是一个必败的残局，但是呢下到这儿啊，虽然说非常困难，时间也很紧，我依然是没有放弃。这里我先把炮退回，那么当时支持我的信念呢，就是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啊，只要黑棋不将死我，我就要走下去。况且呢，对方少一个士，他的防守呢也会有一定的小小的破绽啊，希望呢在未来的防守当中能够抓住。那究竟会怎么发展呢？实战黑方选择漏象，这里我就把中炮给他立住，先瞄住，那么黑方就进车。在这个局面下呢，红方选择平车到边上啊，咬住边卒，可能更加的顽强一些。那么看起来呢，这个卒呢，其实我也不能吃啊，它拱起来我不能吃，吃了的话它要吃我的炮。但是呢，当它拱起来，我可以把炮呢抬起。那现在呢，就负有吃卒的威胁。黑方如果退车守住啊，那我就可以抬起来啊，这样呢用车控制住黑方马的一个行动路线啊。黑方呢有可能选择平一手车，为了把自己的马解救出来，那红方呢再走一个平车抓，然后再摆中车。那么这个棋呢，虽然说黑方依然是明显占优啊，但是由于这个老将呢被我的车炮给瞄住，总有一些闪击在里面啊。以下呢就附有这个平炮叫将啊、抽马之类啊。应该说呢，红方还是有一定的骚扰在这里面。那么黑方想非常容易的取胜啊，难度也是比较大。实战我选择炮5进1啊，不太理想，让黑方比较舒服的呢就进行了一个调整啊。走到这儿呢，我一看我这个车啊放在这儿没用了，人家的马呢其实随时可以出来，他的马一跳呢，我的车还被关住，索性呢我先走吧，放在这儿没用啊，将一下呢我再回来，先不让对方的卒过来。因为本次比赛呢是一个40回合的现招啊，所以说呢我尽量去扛住啊，如果能够扛14回合呢，对方不吃子，那这个呢也是有赢和棋的一个机会。对方实战选择平车，我就将2下啊，然后呢把炮先闪开，对方回马准备过卒，我进炮先把这个过卒的路线给防住，黑方退车再甩过来啊，进行一个调整。应该说下到这里呢，黑方整个发挥是相当的出色啊。黑方从开局吃了一点小亏而已，一直到中局的扭杀到残局的一个拿捏啊，走的还是相当的精准啊，相当的强势。那走到这里呢，现在底线非常危险，我先平炮挡住。黑方关键这步回马非常的厉害啊，不仅有卧槽，还有挂角的威胁啊。下步棋就是要下底将军，然后再挂角，那红方的防线就要崩了啊。所以呢，我赶快退炮是要防住对方挂角的点位。黑方跳一将，然后就退车捉马，黑方再平车保住啊。行棋至此呢，形成了非常标准的车马卒对车炮双士啊，理论上是一个黑方的必胜。黑方又把卒拱过来啊，尽管如此呢，我依然是顽强抵抗啊，不想轻易放弃。这里出老帅，黑方回马准备底线叫杀，我又把老帅进去
啊，黑方呢继续靠卒，我打一手车，他跳马，我再回炮啊，黑方又往里拱。我一看啊，这个棋这么走下去很难呀，这么走下去，早晚要交枪啊。所以呢，我选择了一些改变啊，出老帅。我一出老帅呢，他就把我的车给封住啊，他也不希望我的车呢出来去骚扰他，出去总去乱将呢，他也是很痛苦，他就回马。那么他一回马呢，此时我不再选择进帅啊，否则呢，对方横兵啊或走一些其他的，我这个车呢也是出不去啊。我选择车4进1顶一下啊，那黑方呢这里选择是叫将啊，在下卒。走的都没毛病啊，黑方呢其实是拿捏的很到位的，步步为营。这个卒呢也是进攻的速度很快。走到这里，我炮5进1，先扛一手。那么其实黑方这里啊，有一个进攻思路的问题，黑方考虑把马跳回去。那么将来这个卒呢横过来，我冲下来，都是非常的厉害。那么他可能会担心我有一个进车啊，所以说实战当中呢没有去回马。但其实黑方可以考虑上老将之后啊，再把这个马跳回。总之这个黑方的进攻思路呢应该是这样。把马跳回啊，将来可以马7进9，再下卒，再马9进7啊，跳到这个点啊，基本上呢，我就没有办法了。那么实战当中呢，其实朱少呢也是有这样一个思路在的啊，他也是想先把自己的这个阵型呢调整好。由于他少一个士啊，他这个老将呢总是被我的炮给瞄着啊，他也不舒服，所以呢他的初衷呢也是想先把自己的后防线给调整到位啊，然后再发动最后的总攻啊，他的整体进攻思路其实没有问题。那么他上老将这个棋我没什么棋走啊，我就走了一个分边炮。那么黑方就飞了一手象啊，实战当中呢，我再平过来将一下。实际上走到这里呢，黑方应该扬一个高象啊，然后呢把这个老将稳稳当当的啊，不会产生太大的负面作用之后啊，再把马调整回来，再掩护这个卒冲下去，差不多了就可以赢了。那么实战当中啊，这个棋朱少呢也是走了一步随手棋啊，因为双方的时间都比较紧张啊，这种情况下呢。由于旁边的观战的人数啊，而且还有现场直播，两位棋手呢其实也是都是顶着一定的压力啊。那么黑方也走了一个随手棋啊，将5平6，这步棋呢可以说是黑方残局当中的一步坏棋。这步老将出来之后呢，有个很大的弊端是被我给牵制住啊，也就是说他老将出来之后呢，这个黑方的马动不了了，而且呢这个老将还暂时进不来，也就是说呢红方有2步调整的时间啊去攻击对方。这里我抓住机会把地一摇，用老帅牵制住对方的马，那这匹马呢成为一个天然的炮架。下步棋我就是进车抓卒啊，实际上黑方呢这个时候就已经失去了赢棋的机会啊，因为他已经挡不住我进车抓卒。这个老帅如果能进来还能躲啊，他老将要是能进来，我一抓他还可以回马。那正好老将进不来啊，所以说呢他无论下步棋走什么，我一抓这个卒呢是一个必死啊。朱少呢当时其实也是很后悔啊，但是呢他表情的微变化啊，没有太大的一个波澜啊，但是我注意到了啊，他的一个小小的失落的表情啊。当时呢，他是选择了支持。那么双方时间都比较紧张啊，我这里呢也是通过叫将让双方加一加秒啊，然后呢选择了退车。那走到这里呢，很显然黑方的卒呢已经是阵亡了。这里黑方也不能进老将啊，否则底下要杀棋，也不能去动卒啊，你拱卒呢，我这边杀马是一个反杀。所以黑方呢也不能去乱动了啊，只能站在这里啊，等着我把这个卒给白吃掉啊。比如说呢，选择飞一个高象啊，我一吃啊，他一吃，我再打过来，这样呢，双方形成了一个非常标准啊、非常干净的和棋。最终啊，双方呢还是握手言和了。应该说这盘棋呢还是比较艰难的，虽然开局取得了一个比较满意的局面啊，但是呢，朱少军凭借着自己强大的中局占据了优势，仅仅在多一个卒的小优的情况下呢，不断扩大优势啊，甚至一度走出了必胜的残局啊。那最后呢，还是双方达成了一个最终握手言和的一个局面。那么本次比赛呢，我的总战绩是2胜1负7和啊，最终拿到了11分，也是超额完成了赛前的目标。